气血，还能美容养颜。女性没事多吃点，能让你更年轻、更漂亮。除了用食疗的方法外，平时呢还要坚持运动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态，这样也能够让你衰老的慢一点。出现口腔溃疡、牙龈出血、嗓子疼、有痰等情况呢，第一反应是啥呢？大多数肯定都是，哎呀，我上火了。那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就得见招拆招了。那上火怎么办呢？就得泻火呀。不妨试试下面2种食物吧。银耳。银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有补脾开胃、滋阴润肺的功效。那秋季多吃一些银耳，可以帮助降燥去火，同时还能够提高免疫力。苦瓜。苦瓜虽然味道苦，但是营养却很高哦。经常吃一些苦瓜，可以帮助健脾开胃、清热降火，所以愿意上火的小伙伴可以多吃点哦。那除了这2种食物，晚上泡泡脚也能够帮助降火哦，大家可以试试。木子，你是不是感冒了呀？哎呀，有点上火，总咳嗽。马上要到冬天了，这天也是越来越冷了，很多人呢都出现了咳嗽呀、痰多呀、上火的情况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呢，用2物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润肺止咳哦。那就是冬麦和黄芪了。冬麦中含有大量的粗纤维和木质素，能通便化痰、润肺清心、滋阴泻火。黄芪呢则能补气养血，把它俩放在一起泡水喝，有很好的润肺止咳、化痰的作用，而且呢还能够美容养颜哦。那现在是秋天了，天气呢也比较干燥，所以很容易出现咳嗽的情况，大家不妨试试这样泡水喝吧。不过呢，不建议过量和长期服用哦。相信说到鸡精和味精，大家都应该不陌生，基本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。鸡精和味精是很好的一种调味品，只是每家用的可能不一样，有些人用的是鸡精，有些人用的是味精，但也有人说鸡精和味精对身体有害。那鸡精和味精有什么区别呢？哪个危害更大一些呢？首先说鸡精。鸡精是用鸡肉粉、鸡味香精、盐、糖、辛香料等，经过很多工序提炼而成的。它的提鲜效果要比味精更好一些，所以大多数人比较喜欢吃鸡精。那再来说说味精。味精的主要成分呢是谷氨酸钠，鲜味是比较单纯的。而相比鸡精来说，除了没有鸡肉提鲜成分外，基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那总的来说，鸡精和味精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在食用鸡精和味精的时候一定要适量，因为这2种调味品中含有的谷氨酸钠，在吃进肚子时呢，会和胃酸反应生成谷氨酸和氯化钠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食用时只要适量就行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天都要排便1到2次，或者2到3天排便1次。如果超过3天不排便，就可能是便秘了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敲打带脉。带脉在我们腰部的2侧，带脉呢也是一条横向的经脉。便秘的朋友可以经常敲打带脉。敲打的方法呢很简单，将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用手指关节敲打，力度适中，每次敲打5分钟。敲打带脉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促进排便，对预防便秘有很大好处。而且经常敲打带脉还能够缓解月经不调、腰酸背痛等症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那想要预防便秘，平时还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还有注意腹部的保暖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我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，总结起来就是哐吃哐吃哐吃，而大吃大喝、胡吃海喝的结果呢，就是各种胃部问题找上门。那胃不好该怎么办呢？不妨试试用下面3物泡水喝。大麦。大麦性质温和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那经常用它泡茶喝，可以帮助修复胃黏膜，而且呢不刺激胃。黑苦荞。黑苦荞呢也有很好的养胃效果，黑苦荞中特含黄酮物质，用它泡水喝，可以促进肠胃的消化吸收，帮助修复胃黏膜，减轻肠胃负担。红枣。
用晒干的红枣呀泡水喝，不仅味道好，而且对养胃呀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同时呢，还能够帮助美容养颜。现在的人每天工作对着电脑，空闲时间盯着手机，经常会出现视物模糊、眼睛干涩的情况。其实眼睛的健康和肝脏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肝血不足，双眼得不到滋养，就可能出现问题。所以啊，想要眼睛好，先要养肝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就是推推我们的两肋，站着、坐着都可以。把双手分别按在左右肋骨间隙处，然后向胸前推搓，等到两个手交叉的时候再返回去，这样反复的推100下。经常推两肋可以帮助增强肝脏功能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肝脏好了，眼睛也会更健康。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外，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茶饮——菊花枸杞茶。眼睛不好的朋友也可以每天喝一杯菊花枸杞茶，有很好的养肝明目的功效。最近啊，我身边好多人都有甲状腺结节，哎，我摸摸看我有没有。我听说那玩意儿可能是吃盐吃多了的。哎，有甲状腺结节的人啊，确实啊要少吃呢2种食物，那是哪2种呢？当当，第一种含碘高的食物，因为啊含碘高的食物啊会使甲状腺功能出现异常，比如这个海带呀，所以呢要尽量少吃，要不然对改善甲状腺结节不利。第二种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，那这类食物啊属于发物，经常吃呢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很不利，所以啊建议大家要清淡饮食才行哦。那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希望大家能够管住自己的嘴，可以呢多吃一些消肿散结的食物。一日3餐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，很多减肥的人呢会选择不吃晚餐来减肥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。长期不吃晚餐的人可能要承受3个后果，希望大家要注意。影响睡眠质量。如果晚上不吃晚饭，睡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饿，这样会让大脑神经处于兴奋的状态，向你传达饿的信号，从而影响睡眠质量，影响肠胃健康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胃部消化食物的时间大约在4个小时左右。如果晚上不吃晚餐，而距离中午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胃里面没有食物进行消化，这样胃酸就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，时间长了会影响肠胃健康，引起低血糖。我们的身体是一直在代谢的，而代谢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和营养。如果长期不吃晚饭，身体没有及时的补充营养，时间长了就会使人出现低血糖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那俗话说，早餐要吃好，午餐要吃饱，晚餐要吃少。只有保持正常有规律的饮食习惯，这样才不会使人发胖，身体也会更健康哦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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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后背刺挠呀，可是我这一够，哎呀，这肩膀就疼。你该不会是肩颈不好吧？哎，想要知道肩颈好不好，不妨做2个动作测试一下吧。盘腿坐着，腰背挺直，右手举起来，弯曲手肘向后，手掌心贴在后背，左手向下弯曲，手肘向后，尽量呢与右手相扣，扣得越多，说明肩关节灵活越好。伸出我们的右手，用手摸左侧耳朵，两边啊都做一次。如果能顺利完成，说明肩关节向前活动没有受到限制，还不错。那这2个动作，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日常就要多注意肩颈的呵护。肥是大家一直都谈论的话题，很多女性为了减肥会选择节食的方法，最后呀饿得不行。其实减肥并不一定非要饿肚子，如果能换掉下面3种食物，也许你也能瘦得好，吃的也好。饮料，女生都喜欢甜甜的东西，尤其喜欢喝果汁和饮料。这类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，除此之外呢，还含有很多的香精和防腐剂。如果喝太多，就会使人发胖，建议大家用水或者是茶代替。白面包，白面包也是很多女性爱吃的。白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化学物质，不仅没有营养，也会使人身体发胖，所以建议大家最好换成全麦面包。水果干，很多人减肥不吃主食，就会吃一些水果干来填饱肚子。水果干这类小零食也含有很高的糖分，如果吃多了也容易使人发胖，不利于减肥。建议大家还是多吃新鲜的水果比较好。
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